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还是要麻烦各位先动动手指帮我按个赞。那我们就开始咯。要拆卸这个高压衬带的话，拿一根1字起子，从这个气嘴孔这个地方，像这个样子把衬带给挑起来。挑起来之后，你可以这样子把它转一圈，这个衬带这样就掉下来了。久了之后，它也是会硬化，失去它的弹性。我这边是一条新的高压衬带，各位要装之前呢，先稍微注意一下，它这个高压衬带它两面的材质有时候是不太一样的。如果各位不太确定哪一面要朝外的话，它一般这个上面会有标示的文字，像这样子标示的规格，一般有标示的呢，就是朝外面。在规格方面，衬带呢，你是需要按照你的轮圈的尺寸来买的。比如说我这个轮圈是20寸的，我就要买20乘以18。所谓的18呢，是指它这个宽度是18 mm 的。一般宽度你不能买太窄的，太窄的有可能会没办法完全覆盖你的螺丝头。如果你不太确定你的衬带要买什么尺寸，你可以把你的轮框的尺寸或者外胎的尺寸给老板，让他给你建议。像这一种呢，就是一般的高压衬带，这一种是两面都没有粘性的。像我这边粘在里面的呢，是还有一层蓝色的，这个也是高压衬带，但是这种衬带它就是有背胶的，一面会有粘性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粘在这个轮圈上面。有粘性的高压衬带呢，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会移位。这一种高压衬带它有可能会移位，会跑动。如果移位或跑动之后没有盖住你的螺丝头的话，那这种衬带就失去了它的作用。所以有粘性会有粘性的好处，但是价格会比较高。要安装这种衬带的话，最重要的就是衬带这上面有个洞，要对准你的气嘴头的洞。如果你没有对准的话，你的气嘴头到时候会伸不出来哦。最好的安装方式就是你拿一根螺丝起子穿过这个衬带的洞，然后再插入这个气嘴头的洞，之后你再把这个衬带左右两边平均，把它稍微拉长，因为这个衬带会稍微有一点弹性。然后最后我们先用手这样子撑着，先别急着把这个衬带放下去，因为如果你把手放掉，让衬带放下去之后，你要调整就非常麻烦。我们要检查衬带有没有放在正确的位置，有没有放在正中央，有没有盖住每一个螺丝头。确定没问题之后，手再放掉，这样子会比较好操作。要不然你发现这个衬带歪了，会非常的不好调整哦。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用的外胎跟内胎。你在选内胎的时候，你就要跟外胎搭配。像这个地方它标示就有写20乘以 1.25， 然后斜线 1.5， 也就是它这是20寸的，可以用在 1.25 宽到 1.5 宽的。如果你的外胎呢是20乘以 1.75 的话，你就不能使用这一款，你就要买20乘以 1.75 到 2.25 的那一款。然后后面它这边有写 AV，AV 呢不是那个影片的 AV，AV 一般我们指的是美式的气嘴。如果写的是 FV 的话，就是法式的气嘴，就是一般公路车比较高压会使用法式的气嘴。因为我们这个外胎呢只能打到65 PSI， 加上我们这个铝圈它的气嘴孔是比较大的。法式气嘴的气嘴孔跟美式气嘴气嘴孔在轮圈上面是不太一样的哦。法式的洞会比较小一点，所以我们就使用这个美式的气嘴就好。而且我们这个轮圈气嘴孔的洞呢，也是适合美式气嘴的。这个就是各位在买外胎内胎的时候，规格上面需要注意的地方。这边补充一下，像这个外胎的规格在这个外胎的边上，它一般都是会有写。这个地方有个箭头，就代表这个外胎是有方向性的。会有方向性，主要就是这个胎纹的部分。这个胎纹有斜某一个方向的话，它就是会有方向性。像这个斜这边，所以一般这轮子是要这样子滚动的。这个地方有写20乘以 1.5， 20指的就是20寸， 1.5 指的就是这个轮胎的这个宽度。一般会有 1.0、1.25、1.5、1.75， 还有 2.25 之类的。越宽的外胎呢，其实它会越稳，越细的外胎它骑起来就会越轻快一点。
所以像公路车，一般你看它的外胎都是非常的细。除了20寸的外胎，一般比较常见的外胎还会有26寸或者是700C 的。700C 一般就用在公路车。26寸一般会有分公制跟英制， 1.5 就是公制的。那如果是英制的话，像一些淑女车，它一般都是用英制的。买20寸外胎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，20寸外胎也是有2个规格，像我这一款就是20/406的。如果你是买20寸的话，要确定看你是406还是另外一个规格。这2种的话，轮圈的直径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买错是没有办法直接用的哦。这个地方它就有标示 Max 65 PSI， 所以最多不要打超过65 PSI。一般它也会标示一个 minimum， 就是最少，你的胎压不要低于那个数值。各位可以看看自己脚踏车的外胎了解一下。外胎跟内胎的安装，我们在之前的影片已经有教各位了。如果有需要的朋友，我把链接放在下方的说明栏。现在我们外胎、内胎都装好了，轮胎也打好气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后轮给装回去。装回去的话，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鼓刹的这个刹车盘给装回去这个外壳里面，然后再用这个薄型的螺母把它锁紧。我们这边要上螺母之前，我们先在这个柱子上面上一些黄油，这样子比较不怕淋雨之后螺帽生锈跟这个柱子卡死了转不下来。我们这边先把这个螺杆穿过这个刹车外壳的这个洞，穿过去放到最里面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薄型螺母给锁上去。我们再用扳手稍微把它加压一下，不用转得非常的紧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花鼓的这根螺杆放回它这个位置，一条直缝这个开口把它放进去，像这个样子就是放进正确的位置了。链条这边呢，我们刚刚在放的时候呢，各位要注意一下，链条一定要放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放在车架的外侧，不然轮子装进去之后，你会发现，你的链条怎么没办法勾回去？我们尽量要把这个后轮这样子往前面推一点。我们等一下上链条的时候才会比较好上。先确认前面的齿轮已经有挂上去了，我们就把后面的链条挂到后面的齿轮上，然后这样子把它转一圈，链条就上去了。上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装上这个拉链器，把这个拉链器的这个钩子勾在这个车架的尾端。锁紧的话，它这个圈圈套在这一根螺杆上面，它就会把后轮往后拉，自然就可以把这个链条拉直。所以如果你没有装拉链器的话，这样子链条松松的，它就会很容易绕链。现在不用拉得太紧，我们要等两边这个大螺帽上去之后，两边稍微固定之后，我们再来做最后这个调整。再来我们把脚架装回去，两边都装到螺杆上面。这个弧形这边要对着车架的这根杆子，再来把挡泥板2只脚也套回去，然后货架的2只脚。最后要上螺帽之前，我们也是一样抹一点黄油上去，这样子螺帽以后比较不会卡死。螺帽都上去之后，我们大概要转到一定的紧度，但是不要转死，左右两边都一样，力量稍微要平均一点。再来我们就是要调整这个拉链器。现在再把这个拉链器慢慢的转紧，然后感觉一下这个链条的松紧度。理论上你越转紧的话，这个链条呢它会绷得越紧，但是你不能绷得太紧。如果拉太紧的话，这个轮子会偏一边，因为这个拉链器拉的只是有链条的这一边，轮子的前方会偏到左边过来，就等于轮胎会不正。像这种有挡泥板的轮胎就很有可能会卡到挡泥板上面。也可以稍微用手反转一下这个踏板，确定好链条的松紧度之后，我们最后再把左右两边最外面的这颗螺母锁死，两边平均慢慢施力把它锁紧。最后也要确认这个后轮它没有偏一边，这样子我们淑女车的后轮就更换完成了。今天我们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